教授你好，可能有人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说一个14岁的孩子他能做什么呢？我估计大部分答案都是上学，在上中学，有的甚至可能还在父母面前撒娇呢。但是在山西大同，一个叫小亮的14岁的孩子却做出了一件让当地警方都感到非常震惊的事儿，而这件事情也改变了他的生活。1、2、3、走。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因为这些孩子正在远离闹市的地方接受集中教育，并且他们都未成年。7月初，记者来到山西省未成年劳动教养人员管理所，是为了采访一个叫小亮的孩子。小亮是一起系列盗窃汽车案的主角。偷过几个车？你可多了。有多少？不知道，记不住。记不住了。是。今年刚满14岁的小亮，不用钥匙就能把车开走，这连侦办案件的民警都感到意外。今年春节之后发生在山西大同的系列盗车案，警方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小孩子干的。连续基本上每个星期或者几天内都出现这个盗窃汽车，面包车多。立案之初，警方重点摸排了几个有过偷车前科的人，却没有任何线索。直到有一天，有目击者发现了情况，看见就是小孩围着一辆车在鼓捣什么东西，看这人过去了，然后就撒腿就跑了。接到目击者的报案，警方迅速出击，将窃贼抓获。他们就是小亮和他的6个伙伴。你在这干过啥？啊？啥车？都拿下来，挡住干啥？年纪这么小的你就做这个？这伙孩子的年龄都和小亮相仿，而其中小亮偷车的技术最高。据小亮交代，他能偷车是因为曾经在汽车修理厂当过学徒，他会开车，并且懂一点汽修的知识。他偷的车通常都是防盗措施比较差的旧面包车。他们偷车主要是用这种改锥或者钥匙捅一捅这种旧车，它的车门就能捅开。他们这种线从这儿挑开，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接上。那谁学过是吧？啊。经过进一步的了解，警方发现，在这群孩子背后有成年人在指使他们作案。主要接触下来是我跟他们做的，包括我多手参与的是武器。这个人叫胡燕，今年22岁，曾因盗窃和寻衅滋事被判入狱。1年前出狱之后，胡燕遇到了在街头游荡的小亮等几个孩子。让法律逮住了，判这个也就是轻一点，少一点。哎，对。打那以后，这几个孩子就跟着胡燕干了。在胡燕的指使下，除了偷了10几辆汽车之外，他们还偷过电脑、自行车、钢材、衣服等许多东西，全部通过非法渠道都低价卖出了。涉案总价值约为30万元。这些钱绝大多数都装进了胡燕的腰包。如今，胡燕已经被刑事拘留，小亮被送进了未成年劳动教养人员管理所。其余的6个孩子因为偷窃行为相对轻微，没有被送进卫教所。小亮被送进了一个地方，叫未成年劳动教养人员管理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刑法第17条规定，就是这个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它有几个档，初步的年龄是14周岁到16周岁为一个档，这个档呢一般是指8种重罪啊，比如像杀人啊、放火、投毒啊这样比较严重的。那么如果就是说在16周岁以下，他没有做这样8种严重的罪，像本案吧，它只是一般盗窃，所以一般呢我们就不予以刑事处罚，可由这个政府收容教养。收容呢，也就是说给他一个住的地方，然后把他管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他进行教育，改变他。它不属于刑事处罚的结果，它只是我们一种行政的措施。实际上，在这个片子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孩子，尽管我们做了一些技术处理，但是你仍然能够透过这些画面感受到这些孩子那股机灵劲儿。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他们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跟他们在一起的民警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孩子的身世都挺可怜的。我们一起看一下记者发回的后续报道。尽管小亮他们赶去偷车令警方意外，但是其实这群孩子之前因为小偷小摸的情况进过公安局的有好几个人了，警方对他们既熟悉又无可奈何。最多进出过7、8次，公安机关做不了其他处理，所以呢，公安机关一直也拿他没办法。
你们好好的这个接受教育，出来好好做一下。你几岁了？谁？你14。一杆还掏一杆呢。本来就是学校。之所以这些孩子屡教不改，警方认为很大程度上跟孩子们缺乏家庭的管束有关系。父母离异，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一方改嫁，或者是已经成了孤儿了。警方办案过程中，这几个孩子的家长大都联系不上，个别的家长联系上了，却不愿意来领孩子走。我们都要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一个这样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到场通知书。是给谁的？是给他的监护人。家长他也不上学，家里面没有父母，我们都找不到，所以说这个单子我们填出来以后没送达出去。这就空白了。这就空白了。几个孩子中间，小亮的身世最为凄苦。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都不在了。我养上来，我父亲、我母亲就不在了。小亮究竟是怎样长大的呢？记者去了一趟他的家乡，那是在大同市浑源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通道，就还得翻过去是吧？翻过顶上就行了。这是他们的家。哟，这草都长满了啊！现在能够了，是他们走的也塌了。这处坍塌的窑洞，就是小亮一家人当年生活的地方。据他父亲扫墓使命，这个是死亡，目前江上边通火，这个地就让撇鬼门了，看到。丧尸不是没有下了，现在父母都不在的时候，小亮才8岁。村支书说，小亮孩子很聪明，但是由于无人管束，他从小也很调皮。是个顽皮个蛋，他上学不懂的，管不了。上过学吗？没有。上过小学吗？没有，我们村也没有小学，搁哪上去的？孙支书说，小亮在村子里过了几年没人管的日子，3年前就被住在大同郊区的姑姑接走了。父母不在之后，这个窑洞就破败不堪了，而小亮离开的时候，窑洞已经快塌了。随后，记者找到了小亮的姑姑家。是在姑姑家吧？在那啊。这是去年秋天那个收玉米时候拍的照片。去年秋天，片完玉米就走了，就这么接不着。因为小亮一直没有告诉警方自己有个姑姑，因此直到小亮进了卫教所，他的姑姑才知道情况。有师母说我管不了了，就在那里头管的也挺好。你姑姑对你怎么样？挺好的，管我，给我吃喝，在家里住的也挺好。2年多前，小亮的姑姑把小亮接到了自己家里，好吃好喝，还曾经送小亮去上学。但是刚刚拜年，小亮就不去上学了，而且他也不想整天待在姑姑家。家里也不好，是个农村，没有孩子们跟我玩嘛。小亮所说的没有伙伴玩，其实并不完全属实。事实上，从小贪玩并且没有上过学的小亮，和那些上学的孩子们是玩不到一起的。而促使小亮不断往外跑的一个原因，是姑姑发现小亮有了小偷小摸的行为，气愤之下还曾打过他。就是或者一做不对就对此就打骂。我说你小这法院，人家说没事儿，哎呀，我说你没事儿，啥叫没事儿，也说不进去。开始时，小亮还是隔几天出去玩几天。自从今年春节之后，小亮就再也没有回过姑姑家。为了挣点钱，小亮曾在一家汽车修理厂给人帮过工。后来，他就认识了几个同样是在街头游荡的孩子。于是他们就整天泡在一起，没吃没喝的时候就去偷东西，偷也好，抢也好，完全就是为了生活，迫于生活的压力才去这个作案。今年春节前，胡艳找到了他们，并教唆他们去偷东西。尽管东西偷了不少，但是卖的钱多数都被胡艳拿走了，孩子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善，以至于有一天晚上，孩子们实在饿坏了，就去撬开了一家饭馆。我们就饿了肚子，饿了到厨房，有冰柜里头冻着个饺子，我们就拿出来煮饺子吃。白天，孩子们除了偷东西，然后就是拿了一点钱去上网、去打游戏，累了、困了，倒头就睡。
夏天有时就睡在一些商店的门口，甚至连偷来的车也成了他们移动的家。坐上车以后，他们就在这上面吃呀、住呀的，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家，在这上面吃住。这些东西啊，方便面这都是他们吃剩下的。这是铺盖被子呀，这都是他们睡觉晚上用的。那里边怎么睡的？睡几个人？5个人。怎么睡的？就坐着那睡着。在外游荡自然是无人约束，然而渐渐的，小亮却希望有人管自己了。这介绍吃的不好，有爹有妈，爹妈给是零花钱，我当年能穿上新衣服，咱们这介绍没人管。也因此，每次被警方抓住的时候，小亮他们非但不害怕，甚至还有点高兴，因为民警会带着他们去解解馋。而民警这样带着孩子们去吃饭，也不是第一次了。小亮被送进卫教所算是一种惩罚，但是民警也总算松了一口气，至少小亮不再为吃饱肚子发愁了，并且可以好好的接受一下教育了。比较聪明，甚至说是特别聪明。姑姑管理他姑姑管理他，毕竟他这个姑姑和这个父母的管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这个孩子逆反心理比较强。卫教所的工作人员说，小亮走到这一步跟他的姑姑管护不当有直接关系，而这样的孩子在卫教所里还有很多，他们将来走出卫教所之后怎么生活仍然是个问题。所以说他出去以后就没有生活来源了，从这解教以后就面临早晨走了就面临中午的饭去哪吃，就这么个问题。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必须得这个方面得跟上。缺乏父母的管束，其他的监护人又监护不力，这也正是公安机关为孩子们感到担心的，并且就连找到这些监护人都十分困难。除小亮之外的6个孩子里面，只有1个人主动说出自己有个亲戚，被民警送了回去，其余的5个孩子没有上过学。有2个孩子说从来没有见过父母，也没有任何亲戚，有3个说自己有父母，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而警方费了很多周折打听到了个别孩子的亲戚，但是人家不愿意来接孩子。现有的监护人看着很麻烦，不听话，管不了，一天到晚净惹事。那么这些孩子今后怎么办呢？据警方介绍，他们也曾经把孩子送到过民政部门的救助站。咱们这儿给他们换洗衣服呀、洗澡呀，各方面都挺好。但是住一段时间，他流浪惯，他住不住。他又想方设法的往出跑。不仅孩子们在那里根本待不住，况且救助站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救助场所。那么福利院又是否可以接受这些孩子们呢？我们因为有那个明文规定，接受的就是弃养弃儿或者是孤儿，或者说有监护人已经放弃监护权的，必须做了公证，那么我们就按孤儿去接受。但是他有监护人，他不放弃监护权，这个也不合法。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说，按照规定，孩子有监护人，并且监护人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监护的，他们也不能接收。目前还有5个孩子仍被警方照管着，寻找他们的监护人难度非常大，但是警方表示他们不会放弃努力。现在这些孩子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并不是说父母双亡，或者说找不到父母，是孤儿，但是父母实际上又根本就不管他。所以对于这样的孩子，你说怎么办？对父母的处罚，现在目前来看到，就是我看到未成年的法律当中，对父母的处罚几乎没有。也就是说，这也使得一些父母有恃无恐。当然，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立法，比如说对父母进行适度的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这种法令方面的处罚，而不是刑事而指一般处罚，比如说罚款，还有一个对他进行其他方面的一些惩罚，比如罚他去家长学校，那么还有一些措施吧，那么对家长做出一定的处罚，让他来改变他的态度和他的那种方式。同时呢，社区呢，如果就是说他家长不改变怎么办？那么就社区或者他的学校的老师一旦发现这种情况，都有一个责任向这个当地有关部门提出。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当地呢来建立专门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的一些机构。像英国，它在每个它的郡吧，它叫郡，每个郡呢它都有一个就是儿童的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机构，包括这个孩子被虐待，这个孩子不上学的行为问题，还有孩子出现了这个一些犯罪情况，那么他有几个组，然后呢所有这类问题他都统管。比如说这个家庭他的父母去世了，没有人管了，
监护权谁来提出来？当然，他要如果有亲属可以提，要没有亲属呢，那就这个儿童机构他就要介入，然后采取一定措施。那么像这种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在中国这方面的法律现在基本是空白。我们在社区这一块做的工作比较少。现在在未成年，尤其像这个问题哈，就是这个16岁以下或者18岁以下，这个家庭不管的情况下，谁来管？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社区。尽管这些孩子们犯了错，但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点是，孩子们犯错往往是因为成年人没有给他们提供有效的教育和良好的成长环境，所以看着他们犯错，我们应当感到内疚。过去我们常常强调，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全社会都应该承担起责任，但是今天这个责任，我们更希望它是一种落实在法律上的、明确的、可操作的责任，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这种责任真正转变成为一种有效的管理。7岁男孩寄宿时突遭意外，跟瞎子一样了，睁眼瞎子，眼呢又肿又那个这么狠。您的白内障手术后呢人工晶体，一共瞎子做了4次手术。责任到底在谁？各方说法不一。他生气的时候，我没惹他，然后别人惹他的时候，他对着我而已。他也没说疼，也没说怎么着，后来就他也就按照正常法。未成年人实施侵害，托管人、监护人谁该为此事负责？监管场所里所发生的人身损害等其他一切责任，都应当由你对方来承担。这个责任看轻和大，对不对？受伤的眼，今日说法即将播出。现在开庭，首先核对一下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代理权限等。这是2017年12月5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案件。原告是一名7岁的孩子，名叫小梁。因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小梁将自己的小伙伴年仅9岁的君君告上了法庭。同时成为被告的还有他们寄宿家庭的户主丁汉涛。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要求被告支付医疗费21416.8元，伤残补助金16863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是540元，合计是203495.8元。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很多家长呢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一般就会把孩子送到类似小饭桌这样的托管机构，或者找人代为照顾。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了安全问题，谁该为此负责呢？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案例。洪泽湖位于江苏省淮安市，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洪泽湖畔聚集了一些世代靠捕鱼为生的渔民。69岁的孙广泰就是地道的渔民，小小的渔船就是他的家。在老人身边玩耍的这个男孩就是他的孙子小梁。就这条船吗？啊，那能住下吗？凑合吧，反正没有什么办法。做渔民这行做了多少年了？车上就是逮鱼的。就打鱼的？哎，上了祖辈都逮鱼的。就一直在这湖里。哎。孙广泰有2儿2女，长大后其他儿女都离开了，只有小儿子阿强留了下来。阿强生于1983年，初中毕业后一直跟着父亲学习捕鱼。后来阿强能独当一面，自己驾驶一条船外出捕鱼了。2009年，靠着捕鱼赚来的钱，阿强娶了媳妇。没想到的是，一家人的日子刚刚走上正轨，意外就发生了。她怀孕6个月，她就掉河淹死。怎么掉河？是跟你在船上打鱼的？跟船打鱼，他自己一个人打鱼掉河，别人喊说的人掉水了，然后就去打捞吧。阿强落水身亡，此时他的妻子怀有6个月的身孕。4个月后，也就是2010年10月，一个男孩降生了。爷爷孙广泰亲切地称呼他为小梁。母亲小孩出生以后，满个月以后，过2个多月，他就上娘家，到娘家又出家了。此后，小梁就由爷爷奶奶来照顾。当时他才3个多月。
孙广泰说，他们捕鱼都是凌晨出发，一个人划船，一个人下网，需要2个人相互配合。早上6点多收了网才能回来，所以每次捕鱼，他们都要把孙子小梁单独留在大船上。放在船上还放在哪？就放船上呢。天天这么干？啊，吃奶粉呢。啊，那你们怎么照顾他？喂他。1年后，不幸再度降临，小梁的母亲也溺水身亡了。他不会捕鱼，他在家的，船上也家船上的，掉河淹死了。啊，他家也是船上的。哎，也淹死了。嗯，他是6社区。成为孤儿的小梁，只能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以船为家。当小梁会爬乃至会走时，孙广泰夫妇每次捕鱼出发前，都要把小梁绑在船上，以免他也落水溺亡。捕了1天，大概能卖多少钱？有时间能30-50块钱，有时间风大天气风大又不能干了。都捕什么鱼呀？我一般都是带点小鱼吧，岁数大了也不能干大的。小梁的童年都是在船上度过的，没什么玩具，爷爷奶奶捕回来的小鱼小虾就是他最好的玩伴，有时一玩就是半天。在2位老人的精心照料下，小梁一天天长大，转眼6岁了。这时孙广泰觉得应该送他去读幼儿园了。那在那个华夏那个幼儿班上的，完了以后又转到这个新兴学校上的。小的时候在哪住啊？船。住船啊？就住在这船上。住了几年啊？还挺年吧。你晚上在船上住，害怕不害怕呀？在岸上住也不怕。啊？哎，在岸上住也不害怕呀，只有蚊子咬。因为一直居住在船上，远离乡镇，再加上每天凌晨还要外出捕鱼，孙广泰没时间也没有精力天天接送孙子小梁，这可怎么办呢？没人接送，小梁怎么读幼儿园？他的爷爷奶奶啊，岁数大了，看不好他，再加上我现在是一个人，还没结婚，我也没时间照顾他，我要凭我的双手赚钱养这一大家子啊，所以呢，就是托人找一个寄托班。2016年9月，经人介绍，伯父孙乃林将小梁送到了丁汉涛家。当时丁汉涛开了一个寄宿班，专门照看那些父母在湖里打鱼没人看管的孩子。在小梁去之前，丁家已经接收了10几个孩子，双方商议每月的托管费为600元，这笔钱中包括吃饭、住宿和接送孩子。他们没得人带，这样就靠我家，这不是很近吗？靠学校这样的，你就带一下子，全都是把他小孩当成我自己家小孩一样。此后，小梁就寄宿在丁汉涛家，每天上幼儿园都是由丁汉涛接送。时间一晃到了2017年5月，端午节放假时，孙广泰早早备好了饭菜，等着孙子小梁回来一起过节。姑姑去接他回家过节，发现眼睛不对头了，眼呢又肿又那个这么狠，能不发现又跟瞎子一样了，睁眼瞎子。后来一问小朋友，小朋友说的是在那个住的地方跟其他有磨皮的。当时小梁的左眼红肿，已经看不清东西了，情况紧急，一家人顾不上询问细节，直接将他送到了洪泽区人民医院。他说这个眼睛肯定有问题，我们去医院治不了，说你去淮安，我们到淮安也治不了，淮安说的你最好去南京，我们就去南京医科大了。在南京经过全面检查，主治医生给出这样的诊断：小梁的左眼角膜穿通伤及外伤性白内障，需要立即住院进行手术治疗。先把外面的眼角膜修复好，一个疗程，大概一周之后，然后再进行第二次检查。第二次检查发现里面的白内障损坏，后呢人工晶体又做了2次手术，一共辖着做了4次手术。事后据小梁说，他的左眼是一起住宿的小伙伴君君在甩铅笔盒时不小心砸伤的。那是什么原因打的？我就是坐在那边，然后他直接冲过来，用铅笔盒扔我去。当时是怎么甩铅笔盒甩过来的？他生气的时候，我没惹他，然后别人惹他的时候，他用铅笔盒对着我，然后医院。4次手术，视力却无法复原。看黑板能看清楚吗？有一点模糊。有一点模糊。3个家庭的纷争如何来化解？他要求赔偿的数额，就要根据他这个伤残鉴定的结果来计算的。受伤的眼，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小梁说的情况属实吗？在将小梁送到南京就医的第2天，孙家人打电话询问了开托管班的丁汉涛。我还讲了呢，我说，我想怎么就知道他讲的就眼睛看眼睛，他讲眼睛有这个模糊了，看不清楚了。我说这眼睛看不清楚了，我讲你当时他不讲的哈。起初丁汉涛说小梁眼睛受伤的事儿他不清楚，后来丁汉涛又改口称小梁是在玩耍时被小伙伴君君无意中碰伤的。他们就是玩的当中，也不是打仗，也不是打仗，就是等于你在那边玩，我在这边玩，你看我拿的东西呢碰到了。丁汉涛说他办这个寄宿班有5年多了，家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住了10几个，其中9岁的君君和7岁的小梁年纪相仿，平时能玩到一起去，时间久了2个孩子就成了好朋友。2017年5月26日那天吃过午饭，君君和小梁利用饭后这段时间写起了作业。上午睡觉的小孩全部是睡觉，读书的小孩就读书，他们呢要玩的呢，他就几个小孩在里边玩的，他们在里边玩呢，我们就在外面看那个小孩读书呢。原本2个孩子在屋里写作业，不知何故小梁突然哭了起来，丁汉涛急忙跑进来问怎么了。小梁说他的眼睛被君君甩出的铅笔盒砸到了。一个布做的铅笔盒，我是面朝着柜子，然后往后一扔。你觉得打到他了吗？那时候我不知道打没打到。不知道。那他有哭吗？哭了。君君说他当时面朝着柜子往身后抛铅笔盒，没想到铅笔盒砸到了小梁的左眼，他不是故意的，只是抛着玩。由于小梁只是哭了一下，一会儿就好了，丁汉涛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说疼，也没说什么东西，后来就他也就这样也正常玩。当晚他还帮小梁洗了个澡，第2天吃早饭时，小梁跑过来跟丁汉涛说他的眼睛很疼。眼睛疼，我说眼睛疼怎么搞的？他就讲跟人家小孩匹别在里面。我说我看看呢，眼睛去红，然后我们就给他上了个眼药水。我讲怎么样？疼不疼？不怎么样。我说那看到能不能看到？看到。5月28日，姑姑接小梁回家时，丁汉涛没有跟对方提及这件事儿，这让孙家人不能理解，也非常生气。他没跟俺说，他的错就在这个。我说你为什么也比当时不跟我说呢？我也不带来家去，还依然下定。那要是早说的话，是不是还能好一点？那肯定好一点，手术。为了给小梁治病，爷爷孙广泰四处借钱，一共花了4万多，做了4次手术，才将小梁的左眼治好。不过医生说，因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小梁的左眼虽然治好了，但恢复不到原来的视力水平。有后遗症吗？有啊，就这不是后遗症吗？眼你看，你们也看到这有点切嘛，有点切。左边的眼睛现在怎么样？看黑板能看清楚吗？有一点模糊吧。有一点模糊。孙广泰老人说，因为家里边没有积蓄，孙子小梁看病花的4万块钱都是他从亲朋好友那儿借来的，短期内是根本还不上的。事发之后，他曾经跟丁汉涛以及君君的父亲沈有贞联系过，希望对方来承担这笔医疗费，但几次沟通下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一气之下，孙广泰以孙子小梁为原告，将丁汉涛和君君告上了法庭。因为这是一起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必须对小梁左眼的损害程度进行准确评估。庭前质证时，在征得原被告双方的同意，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依法委托了一家鉴定机构对小梁的左眼伤情做司法鉴定。法院指定的地点，它有几个点是我们摇号，我们这3方都到的摇出来都认可的一个地方，我们去淮安做的。2017年10月，司法鉴定结果出来了，被鉴定人小梁因外伤故致左眼外伤，目前人工晶体在位的致残程度为9级；因外伤故致左眼角膜穿通伤，目前遗留角膜白斑，并累及瞳孔区的致残程度为10级。因为原告方提出来，因为他眼睛受伤害了嘛，就是需要有一个伤残等级的鉴定，他要求赔偿的数额就要根据他这个伤残鉴定的结果来计算的。根据这个伤残等级鉴定的结果，孙家人提出了赔偿要求，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以及伤残补助金在内，总计20多万元。小朋友丢在你家里，
在你家发生事情，你一声不响的，不声不响的，也没跟我们说，自己带你买点消炎药，然后最后造成这种严重的后果，连一点安慰的话都没有，肯定要负责任的，对不对？对于自己成为被告，丁汉涛很不理解。他说小梁和君君与自己是临时的托管关系，虽然每月他收600元钱，但这笔钱只包括吃住和接送孩子，除此之外他们一概不管。作为托管人，不能要求他们24小时不间断地去跟踪这些孩子，查看他们的一言一行，这是不现实的。他小孩对我家的时候，我就报领接送了，吃住不？那个生病啊什么？生病了自己带看，都没欠东西。还有你小孩丢在我这块，我就负责任，不可能什么全部都叫我掏这些钱。同时丁汉涛说，每一个孩子住进来时，他都反复强调不能追逐打闹，不能喧哗嬉戏，但没想到的是2个孩子不听话，在午休时捅了娄子。要说追责的话，应该是把人打伤的君君负主要责任。但是人家打人的那个人他不套，就那天来调解的时候，调解几次的时候，也就到我家里，也就到这块调解的。爸讲的我没有钱。据丁汉涛讲，惹事的孩子君君也相当可怜。5岁时父母离异，君君被判给了父亲沈有贞，可沈有贞要去南京打工，没精力照看君君，就把他送到了丁汉涛家，一待就是几年。事发后，沈有贞也回来了2次，但均以没钱为由拒绝赔偿。再后来，沈有贞就躲了起来。我的一个朋友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就是说有这么个事情吧，委托我代理吧，我就问了他一些具体情况，他就把一些具体情况给我说了。受沈有贞的委托，代理人陈家明提出了反驳意见。他们认为小梁的左眼不是君君弄伤的，在此之前，小梁的左眼就有一个血泡，呈紫褐色，并有发炎的趋势。他儿子发现了，意思说在皮麻之前的眼睛就红了，他说的意思吧，他跟我讲的这个意思，很可能不是他小孩造成的。原本小梁起诉君君和丁汉涛的理由就是小梁与君君在丁汉涛家玩耍时，左眼被君君用铅笔盒弄伤。可现在君君突然改变了说法，称小梁的左眼以前就有伤，根本不是他碰的。那对于这样的辩护意见，主审法官又是如何认定的呢？他是在这个托管期间眼睛受伤，这个被告丁汉涛自己本人都承认，原告自己首先他也有陈述，另外就是被告丁汉涛自己在小孩眼睛受伤的当天他还带这个原告去到小医院进行了就诊，这个事实我觉得应该是能够认定的。涉案方各执一词，孰对孰错？被告他毕竟是这个侵权行为的这个实施者，那你肯定要承担主要责任。既诉无法回避，悲剧如何不再发生？你要投一个公众责任保险，保费呢你可以摊到这个等于是这个起诉的费用当中去。受伤的眼，今日说法继续播出。法官陈书静认为，君君一方提出的小梁以前左眼就有伤，不是他弄的，这个没有证据支撑，不予采信。一看第一条辩护意见失效，君君一方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辩护意见。退一步讲，即使小梁的左眼是君君碰伤的，也不应该由他们承担赔偿责任，因为监护权已经转移了。从沈有贞这个角度来说，他就把小孩子交给你丁汉涛，就意味着这个小孩子就跟交给幼儿园一样。他的想法就是说，一个时间内，二个就是在你他管的这个监管的场所里所发生的这个人身损害啊等于其他一切责任都应当由你丁汉涛来承担。我讲责任我那是有的，不可能没有责任的，对不对？我那是这个责任看轻和大，对不对？对于自己的责任，丁汉涛并不回避，但他反复强调，赔偿责任不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认为2个孩子都有过错，也需要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他就是小孩，不管哪个小孩打仗，我那要那个的，你自己也要那个，你讲赔偿我那要，他多多少少我那要谈那个。至此，庭审中形成了3种不同的辩护意见。原告方认为2被告需要共同赔偿20多万，而他自己无责。被告君君方则认为，君君在寄宿时监护权已经转移了，如果需要赔偿的话，应该由丁汉涛来承担。而被告丁汉涛坚持认为3方都有责任，具体责任的大小应该由法院来裁定。被告丁汉涛他作为这个被托管方，对2个小孩他具有这个教育管理和照顾的义务。那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在你的托管场所未成年人受到伤害，那你就应该
负有这个一定的责任。同时，主审法官陈淑静认为，小梁和君君这2个孩子的监护人不能因为被监护人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发生了改变，就放弃了自己的监护职责。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们也有监护不到位的地方。原告是应该说是责任应该是比较小的，被告他毕竟是这个侵权行为的这个实施者，那你肯定要承担主要责任。2017年12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丁汉涛赔偿原告小梁经济损失的50%，即100363元；被告君君的法定代理人沈有贞赔偿原告小梁经济损失的40%，即80290.4元。一审判决之后，原被告都没有提起上诉，判决随即生效。孙广泰老人等着拿这笔赔偿款去还看病借的钱，可左等右等，这2个被告就是不履行生效的判决。没办法，孙广泰以孙子小梁的名义，又向当地法院递交了申请执行书。2018年5月，小梁以申请执行人的名义，请求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帮助执行2名被执行人所拖欠的赔偿款，总计18万余元。案件随即进入到执行程序。发现1名被执行人名下有房产，还有部分少量的存款，随即我们采取了查封、冻结的措施。迫于压力，被执行人丁汉涛表示愿意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通过反复协商，最后丁汉涛与孙家达成了和解，孙家同意丁汉涛少赔付2万元，然后丁汉涛一次性付清赔偿款。我现在谈的是多少钱？8万。8万。钱你给你了是吧？对对对。那2万你们也放弃了，就不要。对。那个沈有贞那边，他那边我打算1分不让，因为他做的事情太不地道。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另外1名被执行人沈有贞诉讼期间所留的电话号码已是空号，无法联系上他本人。而据丁汉涛说，沈有贞一直在南京打工，具体做什么工作他也不清楚。另外1名被执行人突然下落不明，人间蒸发。我们通过与公安的联动平台进行联系，未能获得任何的信息。户籍信息显示，沈有贞家住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根据这一信息，执行法官又驱车前往车桥镇，希望借助村委会的力量查询沈有贞的下落。现在你家里还有人吗？现在目前？沈有贞他嫁了些跟这边来婚了。是的，他之前就是离婚了，突然出门了，大过年出门了他。这女出是到哪里去的呢？不有的人从来不理他，一年不理他，他过来结婚，他也没理他。据这位村干部说，几年前沈有贞开车撞死了一个人，赔偿完之后他就外出打工去了，多少年都没有回来。村子都盖上了2层小楼，唯独沈有贞家还是低矮的红砖瓦房。这栋房子就是沈有贞的家，因为一直没人居住，房前已被种上了玉米。找不到人，也不知道沈有贞的下落。执行法官按照执行程序，在沈有贞家门前张贴了公告。穷尽了所有查询措施，均未能发现该名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这种情况纯属执行不能。该名被执行人属于逃避执行债务。一旦我们发现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我们一定以拒执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考虑到小梁家的实际困难，当地法院决定对其进行司法救助，目前正在办理手续。让他补动吗？尽量嘛，不能弄大就算嘛。不能弄小孙子这么大，那也没人管啊。就是的，就是我带1天算1天，房里有人办吗？那你爷爷出去打鱼，你跟他去打吗？我只跟他到地龙。你在跟他什么？到地龙，不跟他去。不跟他打鱼是吧？开学了，小梁上了2年级。由于爷爷奶奶仍要捕鱼养家，没办法接送他。2位老人又给小梁找了一个新的寄宿家庭，每月寄宿费是700元。表现的还蛮好的，什么都蛮懂事的。
然后我去接他，接了回来以后我再教他，反正这小孩这个，而且说幼儿园也没怎么上嘛，1年级的时候基础很差。现在有8个学生寄宿在刘其元家，都是渔民的孩子，大的读高中，小的在上小学。这些孩子都是因为父母忙着捕鱼，没时间照顾他们，才将他们托付给寄宿家庭。但这种粗放的管理模式，谁又敢担保类似小梁的伤害不再发生呢？以什么办法能够把这种风险分担掉？考虑，但是好像没有好的除了买保险什么东西的，就是真的出什么事了，小孩一辈子就耽误了话，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还是跟小孩经常提安全时间。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方志平教授，欢迎方老师。因为他自己实在是没时间管，那这个时候家长跟寄宿家庭的那个负责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他这个口头约定的话，它也是一个合同，所以这个合同呢叫做无名合同，就没有名字的合同。我给你一笔钱，那么你负责相应的这个内容，比如说孩子的吃、住和这个接送这个上学。一旦出了意外，这个托管机构的责任是什么呢？托管机构和这个家长之间，那么达成托管协议之后，那么托管机构它有一个合同义务同时的话，它还有一个叫侵权责任法当中的一个注意义务。如果是这个注意义务履行不当，导致孩子的受害，要承担过错侵权责任。当家长把孩子送到托管机构之后，家长要承担什么责任呢？我们民法总则规定，就说父母他是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监护人，家长和这个托管机构那么达成协议之后，这个监护权并没有转移没有说监护权就由家长就转到了这个托管机构，你的监护责任还是有的。比如说你的这个孩子在托管机构打了别人了，你这个孩子就是侵权人，这个就是家长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你这个孩子呢在跟别的孩子在托管机构他有那个打闹那样这个孩子是不是也有过错？这种过错的话，那么等于是家长这一部分呢要自负一部分损失。都是渔民，实在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就放你这儿了交给你管了。那刚才我们分析下来，他们要承担那么多的法律风险，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分担他们的风险呢？你要投一个公众责任保险，有这样一个保险产品，就是这种课外的这个培训机构就是很热销的这个产品，等于是把你的责任就转给保险公司，你来去交纳这个保费。保费呢，你可以这个摊到这个等于是这个寄宿的费用当中去这是一个事后救济。还是应该强调的是事前的防范这个风险的发生，这是更重要的。数据显示，教育部已经摸排了校外培训机构38.2万家，其中发现问题的有25.9万家，占比约67.8%。按照边摸排边治理的原则，现在已经整改了4.5万家。面对良莠不齐的托管机构，家长们一定要审慎而行。小梁的遭遇是个个案，但托管的纠纷可不是孤立。怎么协调好工作和陪伴孩子、照顾家庭的关系，这是摆在每个成年人面前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临街店铺接连被盗，窃贼胆大妄为。简单粗暴。那个玩意儿太猖狂了，想打开搂起就跑。手法熟练，行动迅速，他们从何而来？连硬币盒子都全部都收了，然后有2盒。10几岁的少年因何接连走上迷途？一个口号叫风生水起，全靠自己。堕入歧途，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4个人是那个手段很暴力，直接破门，破门之后马上把这个现场的手机全部拿完，拿完之后迅速离开。作案时间很短，最多几十秒就把你的手机全部都偷走了，而且逃离也逃离得非常之快。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深夜里11点多，四川省岳池县的街道上发生了您刚才看到的一幕：2名看起来非常年轻的男子以暴力手段进入到一家手机店内行窃。他们暴力破坏门锁的行为，当时触发了店内安装的报警装置，现场传出了响亮的警报声。但他们并不在意，仍然进入店内实施了盗窃。这些年轻的男子是谁？为何如此毫无顾忌？我们来看今天的案例。民警注意到，2名男子进入手机店后，先是拿了摆在柜台上的几部展示机，然后便迅速跑出了店外。之后过了大概1分钟，这伙人看周围并无动静，便再次返回店内，将剩下的手机全部拿走了。当时案发时间已经接近凌晨12点了，周围店铺都关门了，周围也没有什么人，加上又是冬天，基本上路上也没有行人，所以说他们才那样的肆无忌惮，简直用疯狂来形容。由于这伙嫌疑人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触发了报警装置，因此在他们逃走之后不久，警方和手机店的负责人便赶到了现场。这是我们用那个插锁嘛，然后锁了的。哦，就那U型锁嘛。对。他是踹哪个地方嘛？门弄啊？就踹那个房踹了。那个门把手。对。哦，你们砸了好多部手机啊？砸了有几10部。全新的吗？还是？有全新的，有一些是验摄像机。那个手机值好钱啊？手机的话大概10几万。让我的感觉就是成年人不会做这种，在我看来就是很傻的事情，简单粗暴。一般年轻人的话，就是像17岁的，我感觉16岁左右的人才能做出这些简单粗暴的事情。给他一个成年人，他不敢。首先，他没那个胆量。让岳池警方没想到的是，这还不是一起孤立的案件。就在他们展开现场勘查的时候，指挥中心又陆续接到了另外11家店铺的报警，他们也全都被盗贼光顾了。就是早上的时候还没过来开门，然后隔壁邻居就叫我们过来说，门被撬了，然后有小东西被偷，然后那天丢了现金。然后每天都收了营业额，就那一天没有收，然后现金全部收了，然后连硬币盒子都全部都收了，然后有2盒，然后就600块钱，然后硬币全部都掉完了。哦，有现金是多少？现金大概有1500多，然后加硬币的话，差不多200块钱左右，600块钱，2000块钱左右。这家母婴用品店距离被盗的那家手机店只有几步路，因为没有安装报警装置，所以老板直到第2天早上才得知自己的店铺被盗了。还上了两层锁也没用，上了2层锁也没用。上了什么锁？就是那玻璃的那种U型锁，还有一个那种隐形的那种锁还在那里。都被踢坏了。都被踢坏了，然后就进来。店内安装的监控视频显示，夜里11点43分，一名穿着黑衣黑裤的男子用脚踹的方式破坏了门锁，进入到了店内。进来没几分钟，没几分钟，我没注意看，速度很快，然后拿了，然后就走了。警方发现，虽然该男子的体貌特征跟盗窃手机店的2名嫌疑人并不相同，但他们的作案手法类似，年龄也大致相当。这些店铺的有一个共通点，门都是玻璃门，门把手很容易被破坏，然后都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门锁之类的。他们的作案手法都是采用脚踹、暴力破门，从而进入现场。警方梳理发现，被盗的店铺还包括药店、文具店、母婴用品店等，它们之间相距都不远，并且全都装的是玻璃门。嫌疑人破门而入的方法基本一致，进入店铺之后都是直奔收银台，
要么将收银台内的财物全部盗走，要么直接将收银柜抱走。那个玩意儿太猖狂了，想打开6钱都跑，反正硬币没捡起跑，这儿硬捡不动它哈。幸好没把我烟偷给我，我那时候烟还多，那哈儿还中华还好多，没偷就偷了200多块钱零钱。通过查看公共视频，侦办民警注意到，虽然每次进入店铺具体实施盗窃的人员并不相同，但他们应该都属于同一个团伙。警方意识到，这是一个手法娴熟、具有丰富作案经验的团伙。通过侦查，警方发现，从2020年12月2日晚到12月3日凌晨，几个小时的时间，在岳池县和广安市主城区2个区域内，一共发生了23起类似的盗窃案件。岳池警方跟广安警方一起，迅速将这23起案件进行了串并分析。两地警方高度怀疑，这些案件是同一个团伙里的2拨不同成员，分别在2个地方同时实施的。初步分析，这个团伙的成员不少于7人，很可能年龄都不大，甚至有可能是未成年人。那么，警方的猜测是否成立呢？他们因何作案？作案后又逃向了何处呢？辗转多地，连续作案，他们毫无顾忌，精准研判，循线追踪，警方适时出击，堕入歧途。今日说法继续播出。案发后，岳池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通过视频侦查、数据分析，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活动轨迹。从我们这个视频监控，我们看到作案嫌疑人有2名，分别在这个位置进行踩点。对面是个什么样的店铺？对面是一家药店，因为药店也一般都存放有现金。这个视频已经盗窃得手了，马上上车逃离现场。侦办民警发现，几名嫌疑男子在岳池县城作案之后，最终乘坐一辆黑色轿车离开了岳池。从车上下来了4个可疑的嫌疑人，与手机店内的盗窃嫌疑人的衣着和体貌特征相符。然后经过对比，发现盗窃手机店的嫌疑人就是乘坐了这辆轿车逃离了现场。当时研判就是根据这个车辆行驶轨迹，我去那个收费站、高速收费站去调的那个卡口信息。他们从重庆綦江上的高速，然后直达的岳池，到了岳池之后，实施盗窃过程，然后实施盗窃之后，然后立马回的那个綦江。岳池警方随即安排民警赶赴綦江，对这辆黑色轿车的行驶轨迹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民警首先发现，这辆黑色轿车实际上是一辆被盗车辆，而这辆车到达重庆后就没有了行驶踪迹。民警猜测，嫌疑人很可能已经将这辆车丢弃了。随后，在重庆警方的协助下，四川岳池警方获得了一些重要线索。通过他们作案手法来看，是惯犯，年龄阶段是16岁左右。通过前科人员的对比查询，发现他们是重庆渝北区人和重庆綦江区人，然后以此来明确他们的身份信息。侦办民警获悉，这伙嫌疑人主要是来自重庆市的渝北区和綦江区，是一个有组织的盗窃团伙。该团伙的头目为黄某东和黄某杰。他们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重庆綦江东四集团，他们还有一个口号叫风生水起，全靠自己。据了解，以黄某东为首的这伙人几乎全都是未成年人，常年以结伙盗窃为生，仅在重庆市辖区内就曾作案数百起，并且还曾流窜到江西、云南、湖南等省疯狂作案。全国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都在网上通缉这伙人。所以说长期以来就是越来越胆子大，越来越胆子大。
在对几名嫌疑人的具体身份进行核查的过程中，侦办民警发现，这些嫌疑人来月池作案之前，还曾经去过云南大理。据了解，这伙人去大理本来是去游玩的，但是在游玩的过程中，竟然恶习不改，盗取了一辆白色轿车。这就是当时案发时的现场视频监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嫌疑人正在用暴力的方式合伙将玻璃门破坏。看，玻璃门被他们轻易地拉开，然后这时他们正在门外商量分工。公共视频显示，2020年11月29日0点37分，黄某东和黄某杰等人在云南大理将一家汽车专卖店的玻璃门合力拉开，然后这伙人并未立即进入，而是在门外商量了一番。随后，其中2人首先进入了店内。从这一个监控我们看到，嫌疑人进入吧台之后，就在抽屉内寻找钥匙。这伙人进入车辆专卖店内之后，经过一阵翻找，找到了很多把车钥匙。看，他们手上已经拿到了钥匙了。然后另一名嫌疑人也进入了案发现场。我们从视频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一名作案嫌疑人的衣着特征与在岳池县作案时的衣着特征是一样的。他们在店内盗窃车钥匙之后，就到店外在挑选车辆。我们从视频可以看，他们已经解锁了一辆吉利轿车，现在他们正在观察车辆的性能，然后拆卸排查之后，他们4人就上车了。随之他们就驾驶车辆驶离了现场。民警一路追踪这辆白色轿车，发现这伙嫌疑人驾车首先去了四川省西昌市，然后又去往了攀枝花市。他们在攀枝花就去盗窃门市部。当时黄某东和黄某杰手下的2名小弟被发现了，被抓了。然后他黄某东和黄某杰就潜逃了，驾驶车辆潜逃。在潜逃的过程中，嫌疑人黄某东在四川省西昌市用同样的方法再次盗窃了一辆黑色轿车。这辆黑色轿车也就是这伙人在岳池县实施盗窃时使用的那辆车。在掌握了这些证据之后，侦办民警通过梳理和研判，又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他们那个东石集团的2号人物有可能要在渝北区一个手机一条街，专门就是从事这个手机行业一条街，要交易这些被盗的在岳池被盗的手机。好，我们得到这些信息，当时是一个兴奋点，相当于马上就派另外一组人就从岳池赶过去。好，我们去那儿布好了那个就是抓捕前期工作，准备好了之后，好，现场就把这个小伙子抓了。抓了之后，把现场把那手机全部那个当时拍照取证，然后跟岳池这边那个手机店老板核实了一下，手机串号都对得上，就是从岳池偷过去的手机。随后，民警对落网的嫌疑人黄某杰进行了讯问。他们在岳池说的来的4个人是比较跟我们说的是跟我们前期侦查是吻合的。根据突审的情况，马上问出其他3个人的那个所在位置。当时我记得是在那个重庆一个咖啡店里面。好，马上就我们去那个周围部署警力。当时因为我们本身黄东很警惕，跟公安机关的人接触的比较多。我们一到门外，黄东就察觉了我们，然后就马上潜逃。但是当时我们抓获了另外2名涉嫌盗窃的嫌疑人。虽然黄某东在此次抓捕行动中潜逃了，
但是不久后，黄某东和该团伙的另外2名成员都在四川省西昌市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警方在控制住黄某东和其他几名团伙骨干成员之后，继续展开行动，最终将这个所谓的东氏集团的所有30余名成员全部抓捕归案。警方发现，这30几名团伙成员最大的刚满16周岁，最小的只有12岁。那么，这些孩子为何会加入所谓的东氏集团？他们的家人又在哪里呢？懵懂少年走上歧途，肆意挥霍青春，好勇斗狠，犯罪升级，最终承担代价，堕入歧途。今日说法继续播出。通过审讯，民警了解到，黄某东只上到小学3年级便辍学了，11岁开始便在社会上游荡。家里面条件很艰苦，房子应该是当地政府给修的。他的父亲是2年前还是3年前去世了，家里面只有一个母亲，母亲呢患有那个精神疾病，还有一个弟弟在读书。当时家里面只有他弟弟和他母亲两个人在家，没有什么，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全是靠政府补贴。因为当时黄某东年龄太小，没有任何的生存技能，所以几乎每天都是忍饥挨饿。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所谓的大哥，这个大哥看黄某东尚未成年，便利用他多次实施了盗窃。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跟着别的大哥作案嘛，作案之后也分不到什么钱，后面就萌生了自己带小弟的想法。跟着所谓的大哥偷盗了一段时间之后，黄某东逐渐掌握了一些技巧，他开始自立门户，拉拢了很多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伙。在他的讯问笔录里，他曾经这样说过：因为人多力量大，大家都是贼，我们互相认识后，他们跟着我有吃有喝，就愿意跟着我混，平时都称呼我为东哥。但一切他说了算，要盗窃所得变卖之后，所有的经济由他来掌管，由他来分配。随着团伙成员越来越多，为了进一步树立自己的威信，黄某东将团伙取名为东氏集团，并立下了很多的规矩。他用打骂的方式管理他的成员，比如说他下面的小弟出卖了他们，把他们小弟拉到山上去，扬言要活埋他的小弟。所以说他们犯案之后，下面的小弟都不敢出卖他，所以说他也就是以这种恐吓的方式来管理下面的成员。黄某东规定，出去偷东西，如果有人被抓了，不能供出其他人，并且盗窃财物要先交给黄某东，由他来分配和带着消费。如果有人不听黄某东的话，他会打骂我们。小波长期被黄某东打骂，一个叫小杨的小娃把黄某东供出来了，黄某东吓唬他说要把他活埋了。在这个所谓的东氏集团里，黄某杰是仅次于黄某东的2号人物。黄某杰的父亲在狱中服刑，母亲没有固定职业。虽然家境一般，但是母亲对黄某杰十分溺爱，使其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渐渐的，母亲微薄的收入已经无法满足黄某杰的消费欲望了。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黄某杰也辍学，加入了盗窃团伙。他在渝北这边也是相当于带了几个小弟，也是一个大哥，平时抽烟喝酒打架，那是常事。然后在外面没钱了，也是进行盗窃。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家庭这个环境，家庭教育跟不上，然后及早的辍学，学校方面有教育又跟不上，及早的让他们进入社会，社会上接触这些很负面的东西嘛，然后他们形成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依赖，觉得我通过这方面，我家里面不行，学校里面不行，但是我通过这个犯罪，从那个犯罪过程中盗窃、抢劫，然后从找到一个自我的这种存在感嘛。
黄某杰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结识了黄某东，相似的成长环境让这2个孩子一见如故，然后便混迹在了一起。这个团伙中的很多孩子都有着类似的成长经历，过早辍学，混迹社会，他们在学校和家庭里找不到认同感，却在这个所谓的东氏集团里获得了畸形的身份认同。想就是，在社会上我一定要做一个大哥，然后带一帮小弟，我才能从我这个家里面的心理阴影应该走出来。他自己给我说的就是有一种自卑感。我在家里面有这种自卑感，但是我到社会上我要做一个大哥。每次实施盗窃后，他会分钱给我们，并负责我们的食宿，还要带我们到娱乐场所消费。我们就认他当大哥，所以我们就愿意跟着他去偷东西。黄某东等人每次都将偷盗来的钱款用于吃喝玩乐，这也是这些孩子愿意跟着他们混的重要原因。偷完挥霍，挥霍完再偷，这些孩子逐渐走上了迷途。当时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想过，反正我现在没满16周岁，我就大胆的偷，到了16周岁我就不干了。这些孩子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尚未成年，就永远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8项重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警方在调查中发现，2020年11月，黄某东因为与重庆市綦江区的另外一个盗窃团伙产生了矛盾，就指使黄某杰等人去理论，并因此触犯了法律。黄某东说，把他们东西抢回来，打回来必须的。然后黄某杰就纠集了陆某等人，把綦江另外伙人诱骗到了重庆渝北龙山一个河滩附近，然后当时把他们诱骗到了那里之后，就对他们进行辱骂、殴打、羞辱之后，就把他们身上的手机和钱财抢走了。警方调查显示，在实施此次抢劫行为时，黄某东已满14岁，黄某杰已满16岁。最终，黄某东因犯抢劫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2年，黄某杰因犯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而该团伙中其他参与抢劫的几名未成年人均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被全社会高度重视，如何才能让他们走出这条歧途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马挨教授的看法。咱们看这帮孩子啊，未成年的年龄、类似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团伙的犯罪形式、黑社会的管理方法、成年人的作案方式，他们呢还学会了钻法律的空子，基本上是达到了胆大妄为的程度。对于这类未成年人呢，如果没有比较好的有效的矫治方法，他们会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已经形成了用盗窃来满足消费啊、日常开支的这种习惯，特别是形成了这种价值观，因此呢，他很容易成为我们犯罪心理学上所说的终身犯罪人。目前我们这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3、44、45条已经明确规定的，将他们送入到专门学校进行分类的矫治和教育。这些专门的学校呢，应该说是专门针对这些有严重不良行为，父母又管不了，做了已经是犯罪，但是因为年龄没有达到，没有办法用刑罚进行处理的诸如此类的这类孩子，为什么要让他们进该类学校？你发现了吗？对这些孩子，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
人身自由的强制性的限制，你任何的教育矫治都是纸上谈兵，没有效果。再有一点啊，我们传统上用的方法，你看啊，心理上的这种矫治啊，主要就是认知改变、情感触动、行为矫正，而前两个对于这些轻微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能有用，而对于这些已经有严重不良行为并且屡教不改的，用处就不大了。所以啊，只有直接的用行为矫治的方法，促使他们改变习惯，改变原有的价值观，并且有谋生的一技之长。否则呢，你从专门学校出去了，他没准还会接着犯罪。10几岁的年纪，原本应该在校园里为美好的前程而奋发苦读，与同学少年们一起享受青春的烂漫。但这些孩子因为家庭的不幸、个人的迷失、环境的诱惑，走上了歧途，为此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是不幸的。希望在全社会各方力量的帮扶下，他们能够将这段曲折的人生道路转换成未来人生的垫脚石、迷途知返。